给中国上一课，普京嘲笑美制裁无用，中国能从俄欧合作学到什么？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据英媒报道称，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工程项目的首条管道顺利完成铺设。报道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嘲笑美国的制裁无用，俄罗斯无视美国及其盟友的阻拦和制裁，完成了一条俄欧间富有争议的天然气管道的铺设工作。自2014年，美国因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开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和俄罗斯的明争暗斗就没有停歇过。美国也深知俄罗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所以一直以来都把对俄罗斯能源的封锁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欧盟和美国的油气企业和公司都被禁止和俄罗斯相关企业合作，其中俄罗斯和欧洲合作的北溪2号工程项目就一直被美国重点关注，并试图以各种手段阻挠工程的完成。然而，即使是在美国的各种阻挠下，俄欧的关系依旧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般直接破裂，反而渐渐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平衡。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其实比较复杂，具有一定的两面性。俄欧相互依存，但又互相猜忌。俄欧曾经有过一段甜蜜时光，那时候普京在2001年的德联邦会议上用德语描绘出俄罗斯和欧洲的美好未来，德国议员则在底下为普京的发言欢呼鼓掌。但是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最终俄欧还是要回归到现实。俄格战争、克里米亚战争都让欧盟和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但是矛盾归矛盾，合作归合作。即使俄欧在许多方面针锋相对，但是在油气方面一直没有想过要终止合作。欧洲没有办法找到第二个像俄罗斯一样有大量油气并且离欧洲距离较近的国家，俄罗斯也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欧洲一样的油气需求大客户，一个要买，一个要卖，即使是美国也无法阻拦。中国现如今面临着当初和俄罗斯相似的局面，虽然没有俄罗斯那样形势逼人，但也差不到哪儿去。那么中国从俄罗斯和欧洲的合作中学到什么吗？孙子兵法有云，上兵谋伐，其次伐交。中国要在国际社会搞好外交，就得知道各方的利益诉求。如今美国视中国为头号敌人，但是如欧洲、拉美等地的国家并不像美国一样想和中国作对，大部分的国家也是迫于无奈。所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制裁时，也要学习俄罗斯的思路，拉拢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盟友展开合作。这个合作一定要使得双方都获利。美国即使再强大，也没办法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需要美国的盟友来配合。如果美国的盟友都不配合，美国其实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总不能连盟友一起制裁。美国因为什么原因选择向土耳其服软？为什么说没了土耳其 F-35 战斗机可能没法造？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根据美国媒体于6月2号的报道，土耳其总统即将和美国总统在6月14号举行会晤。他们推测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要对土耳其服软了。在这之前，美国由于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事儿，已经实行了制裁。但是他们认为，美国如今已经想要在这件事上妥协了。而之所以妥协土耳其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美媒给出了他们认为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如果和土耳其彻底闹崩，美国空军的牌面 F-35 战斗机没法造。他们指出 F-35 战斗机的零件制造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土耳其来制造。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公司向 F-35 战斗机的机身制造提供了900多个零件。如果美国不妥协土耳其购买 S-400 这件事儿， F-35 战斗机可能就会失去这些零件的供应，作为美国空军牌面的 F-35 战斗机就没法造出来了。美国国防部的人其实早就已经对这一点提出了担心。土耳其与美国协议提供这些零件的时间一直到2022年，如果现在土耳其突然断供，美国是很难找到代替的国家制造这些零件的。且仅仅在今年的前4个月，美国从土耳其进口的防务装备就有很多。美国一共花费了 9.5 亿美元在购置海外防务装备上，其中有 40% 都是从土耳其进口的。这样大的花费很可能就是因为美国在进口土耳其的 F-35 战斗机零件。F-35 战斗机的负责人也曾经就这件事儿发表了观点，他称赞土耳其向美国提供的零件都是优质且价格合理的产品，且交付的也很及时。他甚至赞誉土耳其的零件生产工业部门是美军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已经表明了绝对不会弃用 S-400 的决心，即便是面对美国的制裁，美国又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优秀的零件供应商，那么选择服软也就是他们唯一剩下的选择。其实美国的特性也在这件事中表现得很明显了，那就是欺软怕硬。只不过这里的硬不只是指土耳其态度硬，也是因为土耳其拥有硬实力，这才是他们真正能硬刚美国的底气。
印度媒体为何称印度不应该掺和进四方安全对话？他们为什么认为未来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根据媒体的报道，印度媒体于4月3日刊登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认为，印度应该立刻推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很明显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想要针对中国而抱团其他3个国家，试图壮大力量的团体。而一旦这个团体和中国产生了冲突，身为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不但无法从中获得好处，还会让曾经可以和平谋发展的环境从此消失。文章作者回忆历史，称当前的局势让他回忆起了历史，上个世纪中一个崛起的德国和一个日渐衰落的英国。他指出，这2个国家的冲突从第1次世界大战持续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最终2个国家都没能从中获得真正的胜利，反而是苏联和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而如今苏联已经被遗忘，但是美国却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种局面其实已经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下发生了一些改变。文章作者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强国，而美国就是正在衰落的强国。中国谋和平发展壮大，但是美国并不认同这一点，试图通过遏制中国的发展来维系美国不容置疑的强大，因此构建了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机制，这个实际上的4国军事联盟。文章作者认为，印度其实是不应该参与进来的，因为印度实际上一直都是在回避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即便真的发生军事冲突，也试图将冲突控制在极小的规模中。而中国和印度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应该加入敌对威胁中国的阵营中。他指出，热衷于宣传想打中国情绪的实际上是美国和日本，印度现在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根本不知道是想要掺和什么，因为一旦这样的战争爆发，必然是爆发在中国附近，毕竟中国是不可能去美国附近主动挑起战争的。而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中，离中国最近的就是印度，因此战事一起，一定也是印度受害最深。作者指出，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根本是无法扼杀的。他预言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1大国，而印度如果能和平谋发展，也会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3大国。为打击中国的技术，美国列了怎样的黑名单？白俄罗斯总理又是怎么一句话戳破现实？敬请关注本节目。这一次，拜登将包括华为在内的59家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了投资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对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态度非常坚决，甚至因此被美国媒体称为是拜登对中国各项政策审查期间的最坚决行动之一。而之所以称这一次黑名单上是上一次的升级版，是因为相较于上份黑名单来说，这一次的黑名单有3方面变化。首先就是被列入名单中的公司数量由上次的48个增长到了59个，二是禁止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了，不仅是禁止美国人购买这些公司的证券，连这些公司的基金也禁止投资。三是负责执行这项黑名单上内容的美国部门也不再是国防部了，而是移交给了美国财政部。除这3点外，美国还又一次搬出了所谓的民主和人权，且由于这一次是美国内政部接手了对这项黑名单的执行，因此相较于上次来说，这一次美国的执行力也会变强，危害性更深。只不过这危害性看似是对中国来的，实际上却是对美国自己去的。要知道，上一次美国罗列针对中国技术公司的黑名单还没能让中国有什么反应，美国自己那边就因为对中国3大电信公司的摘牌、撤销、再摘牌行为而混乱了好一阵。之后更有2家中国公司法庭胜诉被移出黑名单，显现出美国黑名单的不靠谱。这一次美国又列黑名单，无非就是重施故技，又一次想要对中国施压。然而美国打击中国技术也不是1天2天了，什么时候起过作用？中国靠着自主研发的技术发展壮大，根本不是美国能影响的。白俄罗斯总理的一句话就已经戳破了现实，他表示，当今实际上中国的技术已经是足可以取代90%的欧美技术，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是不为美国打击的。